战总，你醒了？这是哪里？战总，你别起来，躺着，你还没有彻底退烧呢，也在输着药液。你们送我来医院的？苏总打电话给我，我就赶紧用备用的钥匙开了公寓的门，发现战总晕倒了，就赶紧把战总送到医院。战总，你吃那些药没效果，应该早点上医院的，可把我们吓死了。苏南，他怎么知道我不舒服？是总裁夫人联系苏总的。我现在的体温是多少度？还没有退烧，刚才量过是38度9。医生建议战总先住院休息休息。你们回去休息吧，我自己看着药液，输完了我会按铃叫护士来换药的。战总，我们等总裁夫人到了再回去吧。彤彤过来了。苏总说总裁夫人很担心你，坚持要过来照顾你，所以苏总就安排了私人飞机送夫人过来，估计快到了，等夫人下飞机他会给我电话的。苏总把我的联系方式发到夫人手机上了。战总，你放心，我会把夫人安全的送到这里的。现在能买到粥吗？白粥就行。我出去看看，应该能买到吧。战总想吃粥。给我打包1碗白粥回来，还有帮我买些新鲜的水果，再买几盒精致的点心回来。战总，你现在不适合吃点心，给我老婆吃的。我现在就出去看看有没有得买。医院门口的那条街道很多餐饮店和面包店的。对了，你们见到海童时别叫她总裁夫人。那叫夫人什么？她姓海，可以叫她海小姐。大半个小时后，海童出现在战印的病房里。战印怎么样了？还没有醒吗？战总吃过药后，可能是那些药吃了后会让人昏昏欲睡的吧。他在海小姐到来之前就睡着了。还没有完全退烧吗？战总，这是病毒性感冒，会反复发烧，又是高烧昏迷，住进了医院。医生建议战总在医院住上几天，等到彻底退烧就可以出院了。那就按医生说的，让他住院几天，等恢复的七七八八了再出院。他的工作和他的工资，海小姐，你放心，战总的工作我们会接手的。在战总住院的时候，我们保证不会拿工作上的事烦他。战总是出差，不影响他工资的。谢谢了。他还要输多少瓶药液？还有1瓶就输完了。我守着他吧，我过来就是为了照顾他的。你们回去吧。谢谢海小姐特意过来照顾战总，我们也能轻松很多。海小姐，这几盒点心是战总让我们给你准备的，还有这些新鲜的水果、牛奶，还有海小姐牺牲个人时间过来照顾战总，我决定给海小姐算工资。等战总出院后，海小姐尽管去公司找我。海小姐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们。好，谢谢。战总是装睡的。装睡的？我还以为战总是真的睡着了呢。装睡就装睡，反正苏总说了，只要总裁夫人到了，就把战总交给总裁夫人。天塌下来，总裁夫人都能撑着的，压不到我们。都没有听总部的人说战总已婚的。苏总说的准没错，我们这里离宛城相隔甚远，坐飞机还要将近2个小时呢。不知道战总已婚也正常。据我刚刚的观察，总裁夫人似是不知道战总真正的职位。战总听说海小姐在来的路上后，马上就吩咐我出去买水果、买点心。通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出，战总对海小姐是很好的。董总，你观察真是细微。海童不知道2位老总出去后说什么，正给姐姐他们发信息，告诉他们到了医院。此时战印悠悠的醒了。我是烧糊涂了吗？还是看花眼了？我怎么会看到我家彤彤的？这是事实，不是在做梦。我说了，你不看医生，我就杀过来的。以后要是有不舒服，要第一时间去看医生。工作是很重要，有你的健康重要吗？你只是给你老板打工的，公司又不是你的，你用得着为他拼命？公司就是我的呀。那位董先生是这边分公司的总经理吧？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。他说你需要住几天的院，这几天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只管好好的休息。你平时瞧着是很健康，但你老是这么忙，那样累，导致免疫力低下，就生病了。你现在是带薪假，董总还说我过来照顾你，也给我算工资，他们考虑的还是挺周到的。一样是我的钱呀，我要住几天院，就感冒发烧而已，天亮后我就出院，回到公寓里休息就行，大不了每天过来输液，不想住在医院里。我是最不喜欢来医院的了。谁喜欢来医院？但你生病了，你不来医院治病就好不了。你看看你，吃了药都不见效，人都昏迷了。我来的时候都在担心你高烧昏迷后会不会把你烧成个傻子。我现在好很多了，没有成为傻子。听医生的。彤彤，听医生的。住院很无聊的。我陪着你，我都不嫌无聊，不嫌麻烦。你嫌什么？还是你想我现在又回去？你不住院，我是不会留下来照顾你的。大姨特意为了我姐妹俩办一场宴会，你要是出院不需要照顾了，我赶回去，宴会上还能当一回主角呢。彤彤，我住院
我听你的，听你的总行了吧？不是听我的，是听医生的。30岁的人了，都不知道照顾自己，害人担心你。看看你都瘦了，出差这几天没有按时吃饭是吧？我也没想到会感冒的，我不是有意想让你担心我，没有你陪着我吃饭，我胃口不够好，加上工作太忙，吃的少就瘦下来。谁会想到自己感冒？你平时也要多穿2件衣服，这边比管城冷多了。我是洗冷水澡。你还洗冷水澡，怪不得你会感冒了。他忽然想起他帮他换衣服的事，那是他洗冷水澡的原因吧？有体温计吗？我帮你量量体温。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体温计。我去护士台那里要吧。海童刚走，战印的手机就响了。这么晚还没有睡？睡醒了一觉，醒来习惯的摸手机看了看，看到你老婆给我发的信息，说她平安到达。既然醒来了，干脆就打电话问问你的情况，退烧了吗？没有完全退烧，医生说让我住院几天。你又不是没有钱，多住几天就多住几天呗。你老婆我都给你送过去照顾你了，正好趁这个机会修复一下夫妻关系。我夫妻感情好得很。呵呵。商家办宴会给你送了邀请函吗？送了，我也决定赏脸参加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背叛你的。你这话让我家彤彤听见，误会咱俩有关系，影响我夫妻关系，小心我糟你。你都有老婆了，怕什么影响？我才怕，我还没有娶到老婆呢，刚刚拉开追妻的序幕，让沈小姐误会我是个弯的，怀疑我跟你有多条腿，我才麻烦。我老婆回来了，不跟你聊了。在我养病的这几天里，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你老婆回来也不影响咱们通电话吧？我现在是病人，我老婆管得严，要我好好休息。隔天海童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。彤彤，战印没事了吧？姐，没事的，你不用担心。那你注意点，别累着了。医生，我先生的药能换成中药吗？可以用中药，不过中药的药效慢一点，没有西药那么快，而且要熬药。你先生住着院，熬药不是很方便吧？没事的，医生，你尽管给我们战总开最好的药，我们可以在外面熬好了药再送过来。战印马上就瞪着董总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既然你们家属要求换中药，那今天的药就换成中药吧。战印，你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彤彤，我能不能换回西药？我不喜欢喝中药，太苦了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也有你战印害怕的事。我最害怕的事就是你会离开我。行了，别演戏了，你装深情扮可怜都没有用，是我们提出让医生换成中药的，再苦你也要喝了。彤彤，我是还没有退烧，但比昨天好多了，咱们输完液就出院好不好？等你好了再说。太苦，我喝不下去。想让我喂你？你喂我，我也喝不下去啊。那我用你想要的方式喂你喝药。虽然我很想你用那种方式喂我喝药，但会传染给你的。那你自己喝呗。30岁啊，战印，你是30岁的大男人，连这点苦也吃不了。战印，你把药喝了，养好了身体，好让我吃了你再回去，也算是给我赶过来照顾你的报酬。可以了吗？等你出院时正当好。怎样？这药你喝还是不喝？喝。好，我去拿药。奶奶，听说你住院了，没多大问题吧？感冒发烧没多大问题的，过几天就能好。别太累，累坏了身子，免疫力低了就容易生病。彤彤过去了，你们夫妻俩都放下了自己的事业，这几天好好的处一处，你们俩容易闹矛盾。说到底是你们的感情不够深，怎么不说话？每次奶奶教你怎么追妻，怎么去和海童培养感情的时候，你都是不吭声的。我不知道能说什么。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木头孙子呀？那8个要是也像你一样，我宁愿提前去找你爷爷，夫妻团聚，也不想为你们操这个心。奶奶，我的事我会处理好的，你等着抱曾孙女就是。我等的头发都白了。奶奶可以去染回黑发。还能气你奶奶？看来没事了，奶奶挂电话了。奶奶，你新买的手机呢？砸坏了，你们一人送我1台新手机，我能有10几20台的，不怕摔。奶奶，我大哥又气您了。你们每个都是讨债鬼，你看看你，跟你大哥差的也不远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放假也不知道出去找乐子，坐在这里做什么？坐在这里，老婆能从天上掉下来给你吗？奶奶，我现在就出去，在院子里坐着，等老天爷从天上给我掉下个女朋友来。太太，陆太太和陆四少爷到了。海玲，跟大姨出去迎一迎陆太太，她是陆东明的母亲，陆东明帮过你的。陆太太，四少，商太太，这位就是你的外甥女吧？这位是我大外甥女海玲，她妹妹临时有急事，没有办法跟陆太太见面。杨洋总是怕我。东明，
你认识海小姐？海玲之前是在我公司上班的，前不久才辞职。杨洋，这位是陆叔叔，你见过的。这孩子长得真好看。东明，你长得太凶残，把小家伙吓到了，他才不要你碰。杨洋见我见得少，以后常见，他就不会怕我的了。常见。海玲租了我的店铺要做早餐店，我每天上班都会经过那里，不就能天天看到杨洋了？商太太，我过去和商总打声招呼。海玲姐，我们等等再进去，让我妈跟他们聊完儿女经再说。好。陆太太看你的眼神，我很不喜欢。海玲姐，你不用管他们怎么看你，有我妈在，他们也不会怎么样的。小飞，姐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眼神。主要是陆太太觉得海玲姐会肖像陆总一样。小飞，你看姐都不生气呢，姐难道看不出来？在陆氏集团的时候，他们也认为我肖像陆总，随便他们想。我刚从苦海爬出来，不考虑再婚的事。周红林的母亲1个月拿个2、3千元的退休金，都难伺候，老是挑我刺耳。陆太太是豪门贵妇，更不好伺候。我是脑袋进水才会肖像陆总，放心吧，姐不会送上门让陆太太刁难的，你别气了。海玲姐，你就是宽宏大量，换成是我，谁敢用那样的眼神看我？看我不撕了他，反正以后有我罩着你，谁敢给你脸色看，欺负你，跟我说，我帮你撕了他们。小军来了。小军，你咋现在才来？我迟到了吗？我看邀请函上的时间还来早了的。叮铃铃，海玲的手机响了。海玲，是我。海志明，有事？听说你离婚时从你丈夫那里分到了100多万元。你听谁说我分到那么多钱？我婚后没有上班，没有任何的收入。你婆婆说的。海玲，我现在生意不好做，亏得厉害，以前赚到的钱都亏没了，没有钱周转，你借我100万周转。海志明，你有没有照过镜子？你的脸有多大？你们那样对待我姐妹俩，你还好意思开口向我借钱？对，我是有100多万，但我不借给你，借给谁都不借给你。海玲，别这样嘛，我们怎么说也是兄妹。你看，当初你们姐妹俩太倔了，不让你老公家里给彩礼钱，人家不花钱就把你娶过去了，就不懂得珍惜你。以后你再嫁，可得让男方家里给一笔彩礼钱，让爷爷那里收着。花了大钱娶回家的老婆，人家知道肉疼，不敢随随便便就把你抛弃。你现在有那么多钱也花不完，借我100万周转过来了，就还给你。再说了，我生意亏成这样，也是因为你姐妹俩的原因。要不是你们写那些博文败坏我的名声，我的生意也不会一落千丈，导致现在都做不成了，还天天亏本。不借，1分都不借。怎么样，海玲肯借钱吗？爸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她不会借钱给我的。别说我们关系闹得更僵了，就算没有闹僵，谁肯借100万给我？那怎么办？海彤姐妹俩背后的靠山咋这么厉害？居然能让你们丢工作的丢工作，生意亏本的亏本。你那生意又不是什么大生意，就小本生意也受到影响。志明，等你奶奶出院回来后，我们大家再商量商量，按照海彤的要求真诚的道歉，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。只要他们俩不再计较，说不定就好了。海玲姐妹俩也太狠了点儿，我们是有错在先，不过发了一篇博文，请了点水军网报了一下他们而已，他们也反击了。我们最近2个月也不好受，损失多大呀？打成平手了，他们还咬着不放，非要把我们逼上绝路。他们心里始终在记恨着我们，记恨着当年的事情。爸，我们和她姐妹俩这辈子估计都和解不了。三叔的房产，我敢说他们也会回来争的。那是我们海家的宅基地，出嫁女没有份了，他们回来争也没用。爸，儿女都有继承权的，只是咱们农村习惯性把家产留给儿子而已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我们明显处于劣势了，当初就不应该那样做。你奶奶生病要花的钱，她自己的私房钱都有几十万，我们每家出一点也够她治病的了。我再去打听打听，到底是谁在背后给他们撑着腰？他们还敢纠缠你们要钱？想跟我借钱，说生意不好做，亏死了，要借100万周转。脸真够大的，我总以为在宛城，我商小飞是最厚颜无耻的了，别人都是这样说我的，说我不要脸去追求占上，说我厚颜无耻什么的，跟你老家的亲戚比，我的脸皮薄多了。小飞，犯不着跟那些人生气，我姐妹俩和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真正和解的。走走走，咱们去吃东西喝酒。小飞，你家的点心师做的点心特别好吃，我今晚要放开肚皮大吃特吃。等苏南来的时候，沈小军已经吃饱喝足，还醉了。苏南刻意来迟，就是想让大家都注意他，本想在万众瞩目之下走向沈小军，让人知道他对沈小军有意思的。现在一切泡汤。苏总，沈小姐这是？我姐醉了，苏总，我先送我姐回家。
苏南会在商家的宴会上露面，主要是冲着沈小军来的。沈小军走后，他也没有待多久便离。大姨，我和彤彤都还年轻，又四肢健全，不需要大姨的帮扶，大姨也不用担心我们，相信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爬起来的。我还想请求大姨一件事，我和海彤是你的外甥女，尽量不要弄得满城皆知。我和彤彤一路走过来，尝尽人情冷暖，人心险恶，我怕别人会利用我们姐妹俩对大姨、对商氏集团不利。海玲，你能这样想，大姨很开心。你们姐妹俩的坚强像极了大姨。既然你们都不需要大姨的帮助，那大姨就不出手了。不过你们以后若遇到困难，一定要跟大姨说。别人知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无所谓，但要让你们老家的亲戚知道，他们又得纠缠你们姐妹俩要钱。他们早就知道我们的靠山是小飞，我不会刻意去告诉他们。年后打官司要回我爸妈的房子时，或许就要借用一下大姨的名声，给他们增加心理压力，有利于我姐妹俩。你们什么时候要打官司，跟大姨说一声，大姨帮你们请最好的律师，按照继承法，你们完全能赢了官司的。隔天，海玲带着儿子婉拒了商太太的再三挽留。1个星期后，战印怎么收拾东西？彤彤，这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不想我们俩的洞房花烛夜在这里度过。你还记着我说的话啊？你骂我的话我记不住，但你说要把我吃掉的话我记得牢牢的。这1个星期里，我就是靠着你那句话才能每天喝1大杯的中药。是不是好苦？是好苦，我现在好了，你是否给我一些甜点，让我甜一甜？彤彤，怎么了？这张脸又变成了教导主任的脸。有件事我一直都瞒着你。什么事？彤彤，我说了，你要保证不生气，要保证说过的话不反悔。战印，你又想挖坑坑我了？你都没有说出来是什么事，就要我先保证不生气，保证说过的话不反悔。万一你要说的事会让我非常非常的生气，难道我要憋着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憋着的。生气了我就咬你，把你瞒着我的事说出来，我看看我能不能忍着不家暴你。就是，我不止明月花园那一套房。然后呢？我在豪庭别墅区还有一栋位于山顶的别墅，在和你领证之前，我都是住在那里的别墅。娶你之前才临时临急的在明月花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。彤彤，我们是属于闪婚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瞒着我，无非是怕我知道你有一栋别墅，贪图你的钱而已。在战氏集团当高管，你的年薪多少？好几百万吧，能买得起过千万一栋的别墅，很正常。我也知道从领证开始，你就在防着我，把我当成心机女，怀疑我是图你的钱。战印，你有一栋别墅都瞒着我，自己做不到完全坦诚，那个晚上也好意思冲我发火，说我有事瞒着你，不把你当成一家人，说你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你还不服气了？我服气，彤彤，我服气。我知道我过于自我，你骂我都骂对了。我知道我老婆不是心机女，不图我的钱。彤彤，别气，气坏了，我心疼。现在干嘛又告诉我？我常住那里，我觉得那里才是我的家。我想咱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度过甜蜜的洞房花烛夜。你这是给自己找一个让我不会太生气的理由，把你瞒着我的事情说出来吧。我是真的想在咱们的家里度过，意义不一样的。彤彤，原谅我对你的隐瞒，好吗？别墅是全款的还是公的？我大学一毕业就进入战氏集团工作，已经工作了好几年。一开始年收入只有几十万，干了好几年才年薪100万，再到现在我年薪几百万。虽说我的工资都存起来，不过要全款买那栋别墅还是很吃力的，所以我是公房的，首付我给的多，给了80%，这样还贷时就轻松很多。每个月还了房贷后，我的钱又存起来，才能在与你领证之前再买一套房子。这也是领证之时，我大方的和你说，若是我们离婚，我愿意把明月花园的那套房子以及那辆商务车分给你，作为补偿你的青春损失费。怪不得刚领证那会，你要求与我签协议，那么大方的说离婚肯分房子给我。你都能买别墅，怎么不换一辆好车？买了一栋别墅，又买了明月花园的那套房子，存款就没多少了。车子只是代步工具，有的用就行了，不必追求豪车的。彤彤，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离开我？你不会跑吧？我跑哪里去？我真要跑，我连招呼都不跟你打一声，直接收拾东西跑了。跟你说，闹得动静很大的离开，那是虚张声势，是吓你的。真正的离开是悄悄的，毫不犹豫的，让你想找也找不到的。你肯定做了对不起我的大事，心虚的很是吧？问我这样的问题，我是想问清楚，以后绝不犯那种错误，不伤你的心，不让你有机会离开我。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出轨、家暴以及无数次的欺骗。我不会出轨，也不会家暴的。但愿你能说到做到吧。留着时间来证明一切。
战印，咱们不是要回去吗？感觉我老婆比我猴急。你想多了，我离家1个星期，我想我姐了，想杨洋了，想我的闺蜜们，连奶奶我都想，迫不及待的想回去。苏总给我们安排了私人飞机，我已经联系上机组人员了，咱们走吧。战印，苏总是真心不错，你是怎么抱上他的粗大腿的？不知道他和小军能不能擦出火花？那么优秀的男人，一直单身就太可惜了。我和苏总是共事的时间长了，关系好的，我没有刻意去抱他的粗大腿，就算他们擦不出火花，也能成为朋友的。走吧，回家喽。